70多岁爱干净的粉丝老妈家被女儿把房间填得溜满，现在准备要给她清空，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这是一个餐厅，餐桌的上下左右都堆满了东西，一家人已经好久没有在这上面吃过饭了。今天准备先把这个地方收拾出来，让叔叔阿姨有吃饭的地方。平时都是餐桌做一个，茶几做一个。别看这个餐厅不大，但是密度高，种类也多，吃穿住行五花八门的全都有。这个角落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新买的，没有地方放在这堆的。看看这是刚开封的洗衣液和卫生巾，还有一箱过滤网，这买的也太多了，感觉像进货一样。这是2瓶酒，都给他们拿到昨天刚收拾出那个房间来，等到最后的时候一起归纳。听小姐妹讲，家里之所以这么多东西，都是因为她那几年不寻常的经历。这个地方是小姐妹让我讲的，她让我每个视频都给她讲一遍。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，她就会各种买。一开始我以为家里的保健品啥的都是阿姨买的，其实都是她买的。这又发现了一箱新的阿胶，也是小姐妹的功劳。这一袋子零落八碎的化妆品啥的，小姐妹说就不要了，全都给他们扔掉吧。家里面太多这样的东西了，这一包都好几年了。这个餐厅位置的东西种类特别多，赶上百货商场了，有好多东西我都没有见过。这3箱百花树脂还有牛奶马上就要过期了，还有这个香蕉牛奶也是放到旁边，让他们最近给它消耗掉吧。这2个凳子已经被埋没了好久了，如果不是有2个靠背的话，根本就看不出来这是2个凳子。上下左右全都被东西包围着，真的快赶上百货商店了，种类齐全，阿胶都好几款，果汁也是好多种，还有罐头。看到四川小吃好亲切呀，家里的茶叶真的是每个角落都能翻出来。前几天从书房里面扔出去了好多药了，在餐厅这又翻出来了好几个口袋，这些都是最近日期的，还不止这些，先放到这个书房，最后一起归纳。真的像淘宝一样，不断的开盲盒，不知道收拾出什么东西来，又是一部分药。这个东西小姐妹说找了好久了，终于给她找到了。茶叶、西洋参，小姐妹讲这些东西都是当初为了她走出阴暗的时候做出贡献的。又发现了5、6个新的水杯，看来昨天归纳的书房要重新收纳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清完了以后，最后一起收纳，因为不知道从哪个角落又翻出什么东西来。这是一箱保质期10年的冻干红烧鸡肉拌饭。小姐妹讲，这是有段时间总也刷到让囤这种冻干吃的，她买回来的。买回来阿姨尝了过，说可难吃了，让我给她扔掉。还有这个玉米，阿姨也不喜欢吃，让我给她扔出去。其实都没有过保质期。我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，只要是叔叔阿姨不喜欢的东西，不管这个东西多好多贵，他们都要往外扔。这一堆都是从桌面下面收拾出来过期的，统统给他们扔出去。桌面上这些是叔叔挑出来不要的，要是没发现的话，叔叔能把整个桌面都收拾没。叔叔阿姨都喜欢收拾屋，平时拿个笤帚总也扫。一个餐桌4张凳子，3个凳子上全都是东西，就有一个是留着叔叔坐的，如果叔叔不收拾那一个的话，我估计也是买的。这又翻出来了一大堆的药，把那些过期的给它挑出来，这些没过期的直接装到口袋里面，再放到书房里去。现在已经装了2大包了，还有前几天收拾出来的1包，现在就已经3包了，一会儿看看后面还能不能收拾出来。听叔叔说，当时这个角落只有那个红木的柜子，因为东西越来越多，没有地方放，后来又添置了一个柜子，还有一个简易置物架，上面也都堆满了东西，甚至都堆到地下了。在这里又翻出药来了。小姐妹讲，之所以家里有这么多药，都是因为买完以后就随手一放，后来就找不到了以后再买，就是这样恶性循环。家里的东西越堆越多，就都不爱收拾了，因为根本就收拾不出来，所有的地方都是满的。特别是这柜子里面有很多都是放进去以后就没有再动过的，只有一小部分是最近放进去的，也没分类，就是乱七八糟的，吃的用的全都在里面放的。又找到了这么多的茶叶、牛奶瓶，孩子都快上初中了还保存着，过期的萝卜干，还有2010几年的菊花茶呢。
还有这2014年的大红袍，全都不要了。阿姨说家里的茶挺多的，但是她和叔叔只愿意喝茉莉和绿茶。这又是一堆茶叶，感觉都可以开个茶店了。这一堆都是挑出来过期不要的。这些三七和阿胶也是小姐妹买回来的，还有这一堆，我一直以为这些东西都是叔叔阿姨去听课买回来的，原来大部分都是小姐妹在直播间拍的，就是有一小部分是阿姨去听课买回来的。听阿姨跟我讲，她买的不多，一开始去的时候就是奔着免费的鸡蛋去的，也是在小区里搞宣传嘛。在这又给小姐妹找到了一块表，这里的好多东西都是过期的，而且有很大一部分都是2010几年的，买回来都没怎么喝。这个就是阿姨去参加活动的时候买回来的，这个梨膏也是2015年的，这些通通都给她没丢掉。阿姨说她是从什么时候不去听课的，就是有一次拉了出去玩嘛，不买东西的话就不给你拉回来，从那次回来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参加过。这里面又有好多茶叶呀，先把茶叶给它挑出来，然后再看看里面的东西有没有过期的或者是不用的。这个小柜子里的东西有很多也是常年不动的，就是放在外面的东西都吃不过来了，何况是里面的，所以才有一部分都是过期的，就有那么几个还是好日期的挑出来，其他的就都给它扔出去了。叔叔又来帮着干活了，掏桌子底下呢。他说这个花也不要了，在这个家里面，叔叔扔东西是扔的最干脆的。桌子下面也是掉了一堆的东西，叔叔说原来的东西太多了，掉一个东西下去都没有办法捡起来。在下面还找到了一盒茶叶，叔叔要把茶饼拿出来，我说别了，放到盒里保存还能比那么单独保存好一点。这个小置物架叔叔也让我给他拆了，他说留着它将来还得是放东西，只要是过手的东西都给它分类了，吃的、保健品、药都给它分别装到袋子里面。我感觉这么弄，等到最后收纳的时候还能省点事儿。这是整个餐厅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，全都是好的。这些是收拾出来要扔的，一个小餐厅就收拾出来了这么多要扔的东西。我答应小姐妹不拍小区里面，所以就只能拍到这里了。东西清完了就开始收拾卫生。这个柜子里面不是很脏，我就用魔力海绵擦了一点，但是柜子下面因为很多年没有挪动，还是有点脏东西的。这个玻璃后面是厨房，油烟机也是安在这边，所以好像从这个玻璃缝里啥的冒出来了好多油烟。我是喷上了点油污净，像这种脏的你就得喷泡沫的了，油垢不是很厚，喷完用抹布一擦就很干净。像这面不是很脏的你就喷雾状的就行，也是不用停留，直接用抹布擦就很干净了。它这个喷嘴前面有个小门，打开以后是喷雾状的，关上是喷泡沫的。像那种特别脏的你就直接喷泡沫的，不是很脏的喷雾状的就行。像厨房里面的玻璃柜门啥的有油烟特别脏的，你就用它喷完用抹布一擦就行，省事儿。特别是过年大扫除的时候，你用它能省老多时间了。我这要擦下面的时候才发现下面还有一个小柜子，里面放了一些旧手杯啥的，留了几个好的，那些不怎么好的就都给它扔出去了，把能擦的地方都给它擦一遍。这个红木柜子可沉了，叔叔在下面放了4个滑轮，省事不少。4个桌子腿那个位置可能每次都擦不着吧，都粘住了，喷了点油污净给它擦下来了。其他的地方我们都是用抹布直接拖了一点。平时叔叔阿姨总也打扫，但是这个桌子下面可能没怎么挪开过。像这种不太脏的家具就没有必要喷油污净了，直接用纳米海绵擦就擦得很干净。就是这个柜子花纹比较多，擦的时候还是有点费劲的。我在这面擦柜子，弟媳妇在那面擦桌子，2个人干活，收拾卫生这一块还是能快不少。
把桌子给它抬出来，暖气片也擦一擦。东西太多没有地方放，叔叔还在这个暖气片上加了2个置物架。原来他们住的房子是干干净净的，东西多了以后，有时候他也偷偷往外扔，但是扔的速度远远比不上买的速度。现在小姐妹也好了，不会像以前那样往家买东西了，慢慢的再消耗消耗，就又会变成原来的家了。桌子下面有3个水桶，我想的应该能丢出去。小姐妹说这是他们打水用的，他们平时都不喝自来水，在外面打那个纯净水，没有地方放，就只能放在桌子底下了。但是先这么放的，等到最后收拾完了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放。不过放桌子底下还好，不耽误外面2个凳子放到桌子下面去。餐厅这个位置是用了1天半的时间收拾出来了，这是原来没收拾的时候，餐桌整个都被东西包围着，这是收拾完以后的。叔叔说比过年还干净了，以前哪都是东西，只有1个凳子可以坐人。现在好了，终于可以一家人在这个餐桌上吃饭了，特别是阿姨是最开心的，她说感觉呼吸都通畅了，以前在茶几上吃饭腿都伸不开。明天开始收拾大客厅了，也是一个大工程。